这两个总有人说他俩像。这期视频结尾，我跟你们说道。天父敕命我千军万马占领艾格市，合体。天福降临。Extra Bat Mode。蓝色暴风，我是蓝宝，欢迎收看本期蓝宝测评。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艾格式改建的两个版本，一个是927所出的，另一个呢就是板栗姐姐所出的。那么它两个呢究竟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来给大家揭晓答案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927版本啊，这个927版本的话呢，它做的还是比较精致的。首先它是一个定制的这样一个小铁箱，上面写了一个补降的降字，上面写着927。打开的话呢，内容物呢大概就是这么一兜子。那么这次主要新增加的一个武器啊，就是这个异符盾和异符盾的一个展开效果，以及连接这个补降棍。我买这套927的改建，我觉得这款做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它的分件分到一个这样的程度，然后里头的一些细节，包括它外框的这个银色啊，就做到这种极致分件。这样的话呢，大家在制作模型上呢，就不需要进行太多的遮盖了。肩甲上面也是做到这样的一个极致的分件。头盔的话呢，它是一个独立的分件的制作啊，包括它上面这个透明的一个面罩啊。当然呢，每个套件啊，尽可能的把它这个装啊做的是非常小和非常细的，所以说大家在打磨方面的话呢，是非常减少工作量的。但是整个肩甲这个装的话呢，可以看到非常的细小啊，所以说在剪完之后啊，大概拿笔刀削一削磨一磨，基本上就可以喷漆。927的版本呢，还增加这么一个武兽印的一个武器召唤印章，可以看到它这个细节做的是非常小啊，大概呢连我的指甲盖大都没有，但是能做到一个如此精细的状态。包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天福的这个 logo 啊，都刻画出来了。板栗的话呢，版本啊，我可以简单也对比一下。这个呢，我是做了一部分啊，可以看到它上面这个胸甲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吧。它这个胸甲的话呢，它不像这个927的版本啊，像是这个胸口的金和银啊，927的版本是做了两个分件进行一个嵌套，而这个板栗版本的话呢，是做成了一体件。所以说在处理方面的话是稍微有一点点复杂。胸甲上面这个部分的结晶啊是透明零件啊。2,000 years later 啊，历经重重困难啊，我们这款补降艾格式啊，就终于是大功告成了。首先呢，制作的是用这个927的这个套件来进行制作的这个艾格式的版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艾格式它这个制作上面的一些难点啊。首先第一点啊，就是在喷涂这个裙摆，因为它是一个软胶件啊。大家要知道啊，在软胶件上喷这个金属色啊，你不动它可能还好，你一动它必掉漆。所以说我建议啊，等它晾干过12个小时之后，再喷涂一层保护漆光油，等它定型24小时之后啊，再进行嵌套。可以看到我把这个腰带啊改成这个没有挂扣的这样一个版本啊。在替换的这个过程中啊，我才知道啊，这个替换的相当的艰难啊，因为它这里的卡扣设计的是比较的卑微的，所以说在安装它这个召唤器的时候很可能凸出来，所以说我就索性不让它进行有这个替换的功能啊，直接给它粘死在这个底座上面了。其次呢，就是在喷涂手臂啊以及小腿这个部分的一个困难啊。喷涂这个金属色的时候，我发现有点遮盖不住它原来这个黑色的这个底漆，所以说呢，我又重新来配了一个颜色来进行喷的。这次的话呢，效果呢达到了我这个心中的预期啊，就是喷完了之后，它中间这个黄色它没有着色成功，我就给它重新喷这个黑色的底漆，再喷金属色，再喷蓝。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改建吧。首先这次的改建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排除它这个容易断裂的这个风险之外啊，确实是比较的薄。所以套件我可以说用满分来形容啊，因为它全身几乎可以说是你看到的地方，像这个黑的啊、金啊和银啊，除了这个蓝色的勾边，还有它这个胸甲上的蓝色啊、金色啊、银色，还有透明红啊色，还有头盔的颜色，几乎全部都是独立分件来制作出来。所以说在制作方面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快啊。这次我觉得最有亮点的地方就是它增加了这么一个磁吸，磁吸背面的这个位置是留下了2个凹槽啊，方便玩家呢是在里头填下2个长方形这样的一个磁铁来进行粘贴，最后呢再进行一个安装。当然大家不要在意我这个背面，因为背面基本上是看不见，所以说我基本上是没怎么打磨的。吸附力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基本上我们就这么轻微的去摔的话，甩一下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在头盔表现力方面的话呢，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还原于剧中的啊，尤其是它这个透明复眼这个细节做的还是相当的到位。键的话呢，这个黄色的晶石是一个透明键，打印件呢在这个透明键处理的还是相当好的，你能看到一些细节。那么转到后边要来的话呢，背后这个将字啊是用一个类似遗印的这样的东西啊贴在后边的，它上面是有这个层次笔符那种感觉。然后我要吐槽一下这个头啊，这个头在我制作的过程中啊，好几次，包括这里的一个细节在撬的过程中都崩飞了。这对关节啊，我建议大家就是稍微拿钻扩一扩啊，打磨一下啊，然后再安它那个球关，那个球关是非常容易断。那么正好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比较一下这个源头啊。接下来呈现的是这个板栗姐的这个版本。那么板栗姐的版本的话呢，我个人感觉这个神韵把控的还是相当的好啊，包括它这个铠甲这个细节方面把控也是非常不错。比起927的版本，它这个头型啊，我觉得做的是非常还原的，而且它这个头型注意到了吗？各位，它有很多部分小细节927可能没有注意到啊，就比方说这个篇幅这个位置的一个小尖刺，看到了吗？大家可以比较一下这个剧照，那么这个板栗姐是有所还原出来，包括它这个金色的部分，它这个装饰是没有超过下面这个分界线的这个部分的。那么这里呢927没有这个板栗要稍微还原一些啊，但是啊板栗它这个复眼的细节啊没927的版本做得更优秀一些。那么927的版本的话呢，它这个复眼细节是比较还原于剧中的。那么在肩甲方面的话呢，我感觉板栗的话也更加还原一些。为什么呢？可以看到它这个有补降这个肩甲的一个外露啊，这个话会更还原一些。而927的版本的话呢，可以看到它是直接把这个部分啊给省略成这样子，并没有营造出这个补降铠甲这样一个弧度。其实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补降铠甲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肩，然后上面整个一个肩甲是嵌套在这个补降肩甲的原有啊，这样的设计才更对。然后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扩音装置，这里的细节做的还是很棒的。反观927的版本的话会比较平面一些。还有一点啊，就是在头雕方面，这个板栗的话呢会做出来一个下颚的这个部分啊，虽然说它是一个单球关，但是呢这一点啊是这个927所没有做出来的。所以说板栗呢这一款改件呢，如果说排除它这个分件啊比较的难崩之外啊，但是还原度方面的话呢，我觉得要比这个927要略胜一筹。当然呢，如果说你们要是嫌遮盖的比较麻烦啊，那就可以试试这个927的版本。然后呢，板栗头的话呢，它的一个插柱接口呢是这样一个十字的一个插柱，而且这样的话也不会容易断。当然呢，你要是更喜欢这个927的这个头雕啊，比方你说你是这个复眼控，你就可以像我这样一个搭配了。这样呢就是927的这个头雕配上这个板栗的这个肩甲，这个更还原的肩甲，配上这个丰富细节这个面雕。但如果说你是这个头雕细节控啊，肩甲倒无所谓，你也可以像我这样换成这个板栗的头，配上这个927的这个肩甲。接下来的话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927所出这个翼伏盾。那么这个盾牌啊，在它的原计划中呢是能变形的，那后来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就是不变形了，直接换成2种模式了。那么上面的话呢是这个印章啊，是可以在它这个插槽里头进行安装。后边的话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它当然是呢可以拆，然后露出它里头的，当然是没有细节。
这个盾牌的后边是有细节的，因为基本上是看不见，所以说我就压根就没涂。然后一伏盾呢展开效果啊，大概是这个样子，四周环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那这个盾牌的比例方面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个枪模式啊，就是展开模式下这个盾啊，是跟它比例不太一样，是稍微要大一些的。其实我看了一下，在剧中啊，这个一伏盾它确实是一个小盾牌啊，它的目的呢不是用来防御啊，更多的是用来格挡。因为艾格士本身呢就是以防御为主的这个铠甲，这个展开的这个盾牌呢也可以安装这个印章，这个位置同样是可以进行插拔的。这呢是这个补将棍的一个枪形态，那么它的配色可以看跟这个原版的这个补将棍的配色可以比较一下，因为我实在是找不到这个原版这个绿色到底是哪种绿了，所以我就索性拿这个金属马克笔上个色。当然这个版本的这个补将棍呢，上面啊，我觉得是开一个这个安装印章的插槽会更好一些，然后组装成这个福将击鼓枪。那它这个底下是有一个插槽的，直接我们对准这个插槽给它扣进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刚才没有演示它这个印章安装在它这个腰带里头的这个操作啊，插的不是特别的稳。其实我要觉得这个天福印啊，再加一个展开这个效果啊，就更好了。这拿上这个枪的艾格士是真帅啊！我记得在补将剧中，就说这个枪的这个出场率真高啊，看得出来这个南宫信一是真的喜欢这个艾格士。哦，对了，有了这个击鼓枪，那肯定是正法时间啊，这个效果才对味儿嘛。这个东西我还是要感谢一下这个经上雄鸡大佬出的这么一个 A4 大小这么一个文件。那大家可以去他这个博客上，也可以去他这个主页能搜这个关于补将，绝对能查到这个群版直接拿这个 A4 比例一打出来之后，拿这个胶带纸往上一粘，剪下来直接用。那没有契约兽的话呢，就拿这个夜骑这个生存夜骑这个摩托变成这个蝙蝠代替一下这个效果也是嘎嘎帅。这都说他俩像我拿出来给大家比较一下，我属实是不太理解，就是这俩到底有哪里是相似的地方难道说他们俩都是因为有蓝，然后都是因为有角？先不说他这个是不是害怕卡达克的这个形态就先从这个设计语言上来找相同的地方。首先他这个腰是这个古代胄甲，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他的这个大腿甲和小腿甲也全部都是中国古代风然后呢包括他这个背后是个将字对吧？包括它这个设计方面的话呢，也很贴近中国古代跟这个也完全八竿子打不着。那胸甲方面的话呢，它是个散热结构跟这个东西也完全八竿子打不着，更不用说它这个初始形态。那肩甲方面呢，这两把刀对吧，它是为了挂武器的，这个呢是放声波用的。那这俩是一个设计吗？我不太理解然后最后说它这个头饰，那么这个是要么是蝙蝠的翅膀，要么是蝙蝠的耳朵，旁边呢是一个声波装置。那嘎达克的话呢，那旁边既不是声波，也没有这个扩音装置。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到底有什么相似的地方，也不知道是屏幕前那些傻缺到底是怎么看的，可能他们的眼睛是需要挂眼科了，真的。